台美谈判哦，我们说我们要争取晶片优惠待遇，因为川普下一个目标就是晶片哦，232条款啊，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去啊，那争取到没有呢？现在搞不清楚啊。那另外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新闻说美国商务部长踢铁板，我这个新闻有点过头，你怎么知道他踢铁板？哦，郑丽君说我们从来没有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我们也不会答应啊，因为呢，他说商务部长自己要求55分啊，那我们没有同意啊，哦，那你将来接下来他会出什么招？你有没有想过？对不对？那你将来要怎么应付？55分不行，那有没有46分呢？37分呢？那到底是怎样？你说你提的要求，我就完全不理，那会不会加你晶片100%的关税呢？你只要在美国的生产不到一半，对不对？比如台积电，它在美国是有投资没错，但是呢，9成是在海外，1成在美国，其他9成我抽你100%的关税，有没有可能呢？那你有没有因应呢？这都要想啊，对不对？那你不是说我没有同意他，那没有同意他是他接下来没招啊，我才不相信呢。对不对？连昨天那个辉瑞药厂都要接受川普的最优惠国待遇，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大药厂很多可能在印度做，在巴西做，在其他地方做，做了以后再回销美国，哦，美国厂牌啊，但是制造厂商不在美国啊。川普说这种都要扣100%关税，所以就昨天跟辉瑞达成协议，全世界哪里最便宜，美国的药就要比照跟那个一样便宜。辉瑞这样的药厂昨天都只有同意，所以昨天辉瑞的股价涨5%，哦，那但川普答应他的时候，未来3年从海外进口的不加你关税，川普用关税当成一个筹码，哦，所以呢，这个是有给有拿，就我们跟美国也要了解说有给有拿，而不是说他要求55，我不同意，不同意就算了，我才不相信川普就算了，不可能的，哦，那这个台经院的这个经济学者刘佩珍是说，这55分呢，不是只有产业链的重塑，也不只是主导权。另外还有牵涉到地缘政治、经济安全、产业链、技术主导权、深层的博弈。哦，这是要想深一点，这是深层的博弈。那蓝白当然政府要硬起来，要硬起来哦。那另外呢，这个张启凯是说呢，55分是卖台行为，你不能签哦。那另外呢，这个经贸办说，我们要持续磋商台美供应链的合作哦，到底要怎样啊？那主要因为我们昨天很担心，因为昨天那个商务部长说，我们跟台湾一个大案子要结束了，我讲到那个big deal 大案子，我头皮都发麻哈。那美国会怎么要求？我们到底要怎样啊？那另外呢，这个网络就算，那人家想分，你政府也没辙啊，你光吹牛吹大牛，对不对？你这边不让，他可能在别地方要你让啊哈。所以呢，说美国在逐他的美版细盾，那他到底保护谁？保护我们吗？还保护他自己？我们看一下。周三清晨返抵国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刚结束赴美磋商对等关税谈判，特别澄清这件事。是否有所谓的晶片55分这样的一个条件？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除了争取调降关税，郑丽君说有向美方争取232条款下的关税优惠，部分议题已有初步进展。郑丽君表示，会持续秉持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和美方持续磋商，在双方取得对等关税232条款相关关税优惠待遇以及供应链合作上有完整的共识之后，就会进入总结会议来达成台美的贸易协议。至于美国商务部长多次提出晶片55分主张，郑丽君强调，这次磋商没有谈到这项议题，而且这是美方的想法，并不是台湾的立场。谈判团队不会做出55分的承诺。来自海。行政院长卓荣泰他在9月30号的时候呢，因应这个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的说法，说一个 big deal， 一个这个大案子要谈成的时候，卓院长他怎么说？他说，谈判团队正在跟美国进行最后阶段的关键谈话。然后呢，隔了一天，郑丽君回来的时候，他马上说，他们谈了很多，但是呢，真正的关键其实还没有谈成，只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进展。我觉得这句话我想国人已经听到不想再听了。
了，已经听到不知道多少次了，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只是暂时性的关税，一直在说有重大的突破，而且都有进展，而且是完全朝向台湾的国家利益来做谈判。那到底是谈了什么？谈到今天呢，郑丽君呢已经去了第5次了，结果竟然美国商务部丢出了一个晶片55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整个晶片的产业或者是电子的产业是经过多少的工程师，还有多少国家资源陆力打拼创造出来的经济成就。结果现在美国呢夹着这个关税战，还有说呢以捍卫他们的国家安全为由，或者是区域的保障为由，竟然就要进行这样子公开的掠夺，而且行径是变本加厉。那我们也非常遗憾的看到，在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的主政之下，过去所说的公开透明，说不能够黑箱谈判，到现在完全是把这些原则搁置在一边。过去的几轮谈判，到底国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完全没有，我们只能够经过一次一次的外电，或者是一次一次的澄清，来告诉我们说大家放心、安心睡。然后到现在呢，我们还是在一个不明的状态之下，等待着一个谈判的结果。那么到底是不是55分、64分、37分？其实很多东西在立法院里头都希望能够加强监督。可是刚刚我就觉得像戴花议员讲的就很好，孟花议员讲的很好，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议会，立法院已经开议了。那很多东西就应该要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利，让在野党能够监督，甚至他说连这个浅见国造都应该可以用直播的方式来向国人说明。可是过去真的是这样吗？过去多少次我们要求行政院来做专案报告，我们要求在国防外交的委员会里头来进行专案的说明，用秘密会议的方式，可是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盖牌的状态，都是黑箱的状态。我们到底国人还要被这样蒙蔽到什么时候？等到未来，这个55的这个所谓的什么55分到最后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现在呢，台湾人不要再这样黑箱的蒙着头继续下去，因为很多的产业都在等待一个真正谈判的结果。赖定涛。如果不是55分，那台湾不同意55分，那到底我们的累加关税会不会因此被惩罚？而232条款会不会更加重，导致我们台湾的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产生了一个崩解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全民都很关心这件事情。那重点是我们刚才不是谈到凤梨？如果我们可以销这个凤梨，当然是好事。从过去的2021年的4.5万吨，后来变成1.7万吨，只是从中国大陆变成日本，中间的农民4年来的损失可以被美国的市场所补充，我们当然是一个乐见。可如果这换来的是我们的晶片产业，我们销了一点点水果，我们赚了一点钱，然后把所有中华民国台湾的细盾全部把它销售出去，把它整个卖掉，那难道是大家想要的吗？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好像不管是民进党中央、总统府跟行政院，其实资讯都有落差的。像是刚才这个凤梨的部分，我们的云林县的立委张家俊说，确实100亿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农产品的进口，未来要保护我们的产业。民进党竟然做了一个图卡，说张家俊造谣。哪有可能政府去买这100亿美金？就9月30号赖总统见美国农业部的副部长的时候，马上打脸说我们要买100亿的美金。所以现在这个中央政府是谁讲的算话？他们的资讯真的通畅吗？郑丽君每一次讲的真的可以代表中华民国保护我们的利益吗？这是非常夸张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希望这个他们的晶片自制率从2%现在才2%，要一路提升到40%。那从财政部的贝森特一直到这个商务部长的卢特尼克都说，至少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晶片90%多，一定要移3%到5%到美国，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这个放整个美国的这个晶片产业安全。他说，如果台海发生任何问题，难道这些晶片是要透过飞机，还是要透过船只来送？这没有办法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所以我说，这整个谈判东绕西绕，有时候是农业，有时候是这个交易或贸易的这个屏障。其实最重要的，美国最关心的就是台湾的晶片，而中华民国的谈判团队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就基本上这样，我相信我们都反对一半的这个台积电晶片到美国去，这蓝绿白其实都反对。我们只是好奇说，你一句话就说我反对，那然后呢？不可能就解决了嘛。一定还有细节嘛，他一定还有招嘛。那你的招是什么？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啦。来，这个博弈，你讲台美的关税谈判，最后到底能不能够争取到调降对等关税，或者是不要叠加原有税率的结果？我觉得那个赖政府尽量努力去谈，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真的要特别注意，就是所谓美国提出的晶片制造55分的要求，这真的是不能够同意。不管如何，这真的不能同意，因为问题很严重。要知道，在晶片制造上，没有什么叫做55分，也没有什么叫做55分来制造，没有这回事情。因为只要美国它在制造的晶片的产量达到50%以上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就等于代表了美国已经几乎100%拥有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制程技术了。它已经可以做到一半的生产，就表示你所有台湾的技术其实都被它学光了。也就是美国现在可能真的跟你说好55开，我现在生产50%的晶片，但过一阵子之后，它改生产70%，再过一阵子之后，它改为生产90%。请问一下，台湾政府能够怎么办？能够拿美国如何吗？完全没有办法了。所以在晶片制程上，以往美国强的只是设计，如果到现在它连制程都把它学走的话，那台湾接下来的优势真的会消失殆尽了。要知道，台积电现在刚刚赵先生讲嘛，它的股东结构啊，外资占了73.7%啊。所以，如果美方现在呢，不只是外资占了很高的股份之外，它连技术都学走的话，那台积电之后就不要叫台积电，改名字就叫美积电了，因为整碗都被美国去带走了，我们的护国神山整个被人家挖走，这种结果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台湾以前向美国买武器，我觉得没有问题；现在台湾向美国买农产品，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但是未来，如果台湾连半导体技术都要送给美国，那我只能说，台湾真的会被掏空到连裤子都没有了，那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刚刚大家都在讨论这个55分，我们一定要坚持得住，但坚持住不去妥协这个结果之后，我们未来那46分会不会同意，37分会不会同意，28分会不会同意？我觉得赖政府必须要继续的说清楚、讲明白啊，不要撂下一句话说他绝对不会答应晶片55分的承诺。但未来会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样，台湾的优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才是所有我们台湾民众想知道最真实的答案。休息一下再回来。左荣泰昨天在立法院说，花莲洪灾要究责，到底谁的责任？哦。他上次到花莲，为什么跟傅昆萁吵起来？也就是说，当时我要就责，到底疏散这个到底谁的责任啊？等等，那到底谁的责任？现在因为中央地方各有管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堰塞湖啊，然后呢怎么流，有没有溃堤哦，要疏散多少人是中央的责任哦，然后地方呢就执行，比如你到时候怎么把这个人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落实这个迁村哦等等的撤离。地方有这个责任啊，那堤防啊有没有破口，这是中央的责任，因为这个是属于中央要管辖的。所以现在台湾这么小地方，中央地方有时候常常搞的那个权责哈，这个有的时候不分，有的时候又分得很清楚哈。那立法院昨天有默哀了啊，左荣泰说，我们必要的检讨救者才对起受难者哈，基本上也是啊，救者总要救吧，最后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只是目前来讲。到底救责比较重要，还是善后比较重要？哦，还是要同时做哦。你又问我，我觉得以目前因为还有没有找到的，而且将来可能有台风啊、下雨可能又会来，目前还是善后比较重要，赶快把这些东西解决吧。那个泥挖出来泥，现在被太阳一晒，跟那个石头一样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比较重要啊。所以现在中央地方应该努力善后了哈。那救责反正证据在那个地方嘛啊。那另外呢，这个蓝营昨天表示善意。原来是要把115年总预算退回的，那现在说不退了，哦，不退不表示通过，就是交委员会去审查，哦，退回来委员会都不交了，就直接退回。傅昆萁说希望行政院能依法编列预算啊。那另外呢，这个马泰安这个堰塞湖，这西的堰塞湖呢，现在焦点是到底要不要垂直避难？因为内政部有一个说啊，如果来不及就垂直避难呢，要真的要疏散很困难啊等等。那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垂直就淹死？相当第一个，很多人1楼爬不到2楼去，也许很多老人就没有办法爬。第二个呢，就爬到2楼，它水也可能高过2楼，2楼就1楼就3公尺啊！啊，内政部就反击了，所以这不是我们创造的，以前就有这个所谓垂直避难了哦。那另外呢，这个马泰安溪堰塞湖灾害的前后地形变了，山体崩塌403公尺。你整个山都崩了啊，所以当然造成这个溃堤啊。那现在溃坝啊，现在敢讲溃坝，昨天我们还不敢讲，我们昨天讲是溢流啊。
溃坝以后呢，河床地势变高，所以呢2个村有89户不适合居住。徐榛伟说希望能够迁村，跟当时小林村要迁村，为什么？因为它溃了以后呢，什么你土石啊、泥土都进来，河床高了，河床高了比沿岸还高，那这怎么办呢？就稍微一水就流到这个村里了，那村怎么办？所以只好迁了，不适合居住了但是你知道，人都是安土重迁的，你叫他搬了，他搬哪里去啊？这都是大的问题那超过10万人次，所以赖清德说感谢这些产值超人大军呢，说台湾应该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问题是要从你做起啊，你要把杂质也清除，你搞这个搞那个，不是你是有权利的人嘛？团结叫你团结啊，不是你们都团结在我之下，是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团结，避免这个彼此对立，在内部找敌人啊。那上班日大家以为上班日就没有那么多人去，还是很多人去所以呢，因为为什么多人还是去呢帮忙呢？所以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来清除除污，真的蛮感人的这些人真的不简单所以呢，还有志工涌入而且你看这么多雨鞋，那他们雨鞋不那个地方需要雨鞋吗？但是你回你的自己的住的地方可能不需要雨鞋，就留给其他人来的时候没有雨鞋，就你们可以穿这个雨鞋行政院就是媒体是说花莲洪灾还没有平复你又要踩进朝野对抗的泥淖吗？你要这边找敌人吗？又要这边这个追究这个谁的责任吗？我们看一下。拿着铲子卖力的铲呀铲，挖呀挖，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引发洪灾，已经第9天，街道房屋还是满满淤泥。在佛祖街重灾区这边，其实有大量的民宅，是因为志工合力帮忙之下，已经初步清除完毕，但不过还是有些房子里面是像着状况，因为有太大的污泥，没有办法清除，还得要再等等。淤泥呢还蛮多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预计希望是力拼在这个中秋节前可以把它清理完成。总统要求中秋前夕完成，或许也是台湾附近有热带扰动，就怕堰塞湖坝体又松动，因为它整个坝体还是呈不稳定状态，那我们担心这次下切的一些坝体周遭可能还会有一些坍方，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用红色警戒，丝毫不敢再轻忽。毕竟溃坝已酿多人死伤，但当初不到30个小时要撤离8000人，一下子又卸下1500万吨的溪水，中央和地方到底是谁的锅？我们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希望的是用最高的标准，避免再一次可能再有淹水状况的话，应该那个沟渠清理的部分也要注意一下。民宅的部分，我想我们有把握，在中秋节提前完成。预计中秋节前，民宅部分可以全数清理完毕。我们除了一方面全力的协助灾区复原工作之外，对整个过程当中所遗留给我们的必要的检讨跟追究责任，也会必将同时要展开，才能对得起所有受难的国人们。这人到底是预算怎样？没有我们的预算来说，因为总预算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意见。我们本来就是要把它本来我们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要退回，让行政院重新编。那退回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3读通过的，不管包括警消，还有包括给军人加级，这是在立法院3读通过的，它现在目前都完全没有编入我们的预算当中。如果你把立法院3读都通过的东西，你都完全是不去就编的话，那请问立法院是在干什么？所以这个都是完全违反我们这个整个的程序的。所以我们那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本来是说要把它退回，又把它撤案呢？其实我们就给他1个礼拜的时间，因为现在在风灾当中，人民已经受够了大家在吵架，所以希望这1个礼拜当中呢，可以召开朝野协商。那朝野协商当中，我们提出来就是把3读通过的这2大项的前编进去，所以给他1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如果没有办法做跨党派的这样的一个协商的话，那我们可以提出复议啊。如果提出复议的话，表示这些总预算还是没有办法到委员会去审。如果没有办法到委员会去审的话，那这笔钱就是不能动用，那就跟去年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彼此释放出一个善意。还是一句话嘛，你都已经3读通过了，如果3读通过的话你都不执行的话，那我们立法院每天在举手，咱们打来打去，然后要你3读，那不是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吗？所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是释出一个善意，然后希望看下礼拜的结果。如果都还不行的话，那对不起，那蓝白之间可能对于他的总预算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严格来要求的。你们要举一个例子嘛？当时什么老人年金、老农年金是让许信良当民进党主席要求的，就编了，
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有，而且越变越多，为什么当时可以，现在你不能落实呢？来，志涵。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在讲道理了啊，就像这个吴思瑶委员说，民主不是比不是比人头，是比拳头哦。他们现在呢在议场里头呢，用各种的谣言，不只是刚刚柯志恩委员说的军警消的加薪案，明明就是3读通过，而且还是赖总统公布的，都已经公布3读过的法令，竟然可以悍然的拒绝施行。还有呢，他们现在这个财划法通过一样啊，计划型补助款依法就是要编列的，而且呢，他们现在竟然是把这些额度改移到一般性补助款里面，然后把计划型补助款给它收了，等于左手放右手收。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区域平衡，还有地方自治的原则跟目标，还是没有办法进行，还是一事无成。然后卓荣泰还在说什么呢？大家一起来共同面对问题，也想要问一下，当这个行政院已经把普发现金的特别条例都送到这个立法院里头了，他们现在在外头还在挡，还在说这个1万元的普发呢，他们还是不要发。那么发了之后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穷台造成这个中共呢可以来侵犯台湾。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行政院长他完全没有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反而是呢到地方去救灾的时候，还在这个时候明明应该救灾的时候，在那边搞究责或者是搞政治的对立。所以刚刚柯志恩委员说了，其实现在呢总预算案算是在一个搁置的状态，大约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只是不复议同意书，也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复议的。只要我们复议过了之后呢，他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委员会。我们还是希望呢，行政院赖清德政府应该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过去造成的大罢免、大撕裂这样的伤痛，你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而不是继续用造谣的方式，然后呢来扭曲在野党所有的努力。来，孟华。其实我觉得这次花莲的灾害大家都不想要看到。那当然，卓院长说，但我觉得灾后恢复很重要。他说的究责的部分，我们也是要为下次的灾害来做检讨、来做讨论。因为这次目前大家知道问题是，当然这个堰塞湖是一个在后来忽然出现一个状况，在7月底的时候出现的，这是台湾忽然出现的一个特别的湖。那当然，中央不断的在做监测，那也在监测说到底这个湖会对就是下游做什么影响。那当然之间有非常多的讨论啊，在风向说为什么不爆破？那我们其实都知道说，专家学者们都出来说了，你爆破可能所产生的灾害，对下游的灾害可能是更大的。那现在就在讨论说什么垂直性这个撤离是好的吗？或者说到底是溢流啊还是溃堤？我觉得这都不是讨论的重点。很多的专家，就连我们之前马英九时代内政部长李鸿源，他也说了，你们是要考土木技师吗？我们要知道这么多的重点干嘛吗？那我们知道，其实垂直撤离呢，我觉得就算是像连台北市我们这种都是都会区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只是在花莲县政府他们自己的防灾有出现过，联合国也出现过。那其实，在很多上的内政院、行政院的里面也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撤离的方式。这是一个在面临到水灾的状况下，他们也去量测那个高度，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需要去做的。那很多的专家们都已经说，我觉得现在不需要去吵这些。那我觉得非常需要去讨论的都是说，到底这次的撤离有没有彻底？我们知道说，其实光复乡有个大马村的村长，他马上去通知全村，开了部落会议等等的，整个村庄的人是顺利的来撤离的。那有一些，例如说像是我们知道乡公所的科长好像把公文收到了之后，他是不是有去推卸责任等等的状况？这些我们都是要讨论的啊，这些都是人命。那我觉得也需要讨论的是说，台湾在面临到复合式灾害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地方的法规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讨论，能够更加整合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就算美国跟日本都有防灾厅，都有个防灾的大臣，在因这样子相关的一些面临到复合式灾害的时候来怎么处理？那台湾的量能是够的吗？我们要怎么样让中央跟地方的整个的沟通跟整合是更加顺畅？在面临到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台湾再怎么说是多山的国家，那河流湍急，然后现在又极端气候，你常常一个雨或是这台风没有进来就这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必须也要去检讨的就是我们的防灾的法规上面，我们是有更多可以去讨论的地方，让中央跟地方的整合可以更好。我觉得这全部都是需要检讨的部分。我最后补充一下，刚刚所有来宾都讲到预算的问题，包括了中央该怎么处理的问题。我讲一个亲自的例子，因为我们办公室同仁有去当产值超人，到现场去铲泥巴，他觉得有个最大的问题都不是物资，是没有一个统筹的指挥单位啊。对了，跟大家报告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坐火车到了光复车站下车完之后，因为不晓得方向该怎么走，就看到很多志工。他就跟着志工一起往前走，就跟志工说：“那你就带着我一起往前走。”他就跟志工走着，因为现场人潮很多，所以志工也不一定要知道做什么东西，就跟他讲：“啊，你现在不要跟着我啊，你去跟国军走，旁边有国军。”他说：“哦，好，他就跟国军。”他跑去跟着国军走，走了又走了10几分钟，一场很大段的距离。走着，国军跟他说什么？
他说我也不晓得要你做什么，你去跟慈济问一下做什么。他说啊，你不知道做什么 ，OK， 他就跑去跟慈济问一下。我说慈济这个相关的团体说，那我要做什么？大家也知道慈济的长辈很多，所以慈济跟他说他也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我那个助理就说。他最后就拿一个铲子自己往里面走，然后随便找一户人家问他说：“你需要帮助吗？”那个人说需要，他就进去开始铲泥巴了。他说真的觉得非常可惜啊。对了，他在现场看到了救灾物资，他觉得算是够的，因为不管是铲子啊、水啊或者食物都有，人力有些不足，但是最严重的是因为没有统筹的单位，所以连这些不足的人力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现在中央。每天都政治口水啊，到底谁的错啊？到底是溃堤啦，还是一流？天天都在吵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不要吵这么多。现场那些灾民，这是我同仁前几天他去花莲自己拍的，所有的泥巴在大路上淹成这样子，他是连车子跟机车都整个覆盖过去了，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不要天天只会政治口水，这些灾民真的非常辛苦而且无辜，并且卓荣泰院长说的。要究责，要来检讨，我觉得应该做，但麻烦等到所有的救灾完毕之后，再来处理救责的事宜吧。现在灾民等的不是你救责，不是要知道谁的错，而是尽快的能够让他们恢复原来健康安全的生活。休息一下回来。好，有周刊。揭露了，说黄国昌他搞一个狗仔集团，说跟拍柯文哲哈。那柯文哲今天被问啊，柯文哲哼哼笑了2声哈。那黄国昌说这是假新闻，你没办法举出具体事实，说我到底拍了他什么东西哦？这个举不出具体事实。不过昨天我也看，他只是这样问了。王一传是问说啊，黄国昌，那柯文哲被拍那么多东西，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不敢讲他拍哦，他你现在知道还不知道？我就是故意去挑拨了哈。那他说这个黄国昌就是败坏台湾的媒体环境，令人不齿啊。那另外呢，这黄国昌承认他们那个吹哨者协会曾经跟媒体合作过，说啊这个揭弊的不行哦，国家容不下揭弊者哦。那另外呢，民进党林楚英怀疑说啊这狗仔要拍后面要有钱啊，到谁出的？黄国昌说我贴钱在做的，怎样不行啊？那另外呢，林传媒的创刊总编辑说曾经给他伙伴一封信，证实曾经单方面收到社方提供的新闻讯息。可是他也说，他说就算他们的所有的讯息呢，只要能刊登出来，都是经过编辑部同仁严谨查证核实过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呢，当时跟林传媒曾经合作去查严家105号码头案啊。那总编辑驳说这是谎话啊。那黄国昌意思是说，我不是只拍你们什么民进党的，严家当时我们也去收集资料啊。那另外呢，这个林传媒现在宣告停刊啊。那中央社呢说要告他的记者谢信恩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被曝说他指挥跟拍集团，那林右昌说这是政治丑闻，真的太离谱了。那陈时中呢说借弊之名行抹黑之实哦，所以这个狗仔跟狗仔无差别跟监了，也拍了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他是受害者。徐巧芯说啊，泽源这个照片，对不对？本来是有另外的新闻媒体要报道，可是被恶势力压住了，所以他们才把资料给我。我们看一下，吹哨者保护协会，我们在针对不同的个案。如果有媒体表达兴趣，我们会有合作。深陷养狗仔跟拍疑云，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这一回坦承，确实在吹哨者保护协会针对个案跟媒体进行合作，但强调都是揭弊。而过去遭指控的指挥对话图，澄清只是在反搜证被移花接木。谁怎么看黄国昌养狗仔的事？何主席知道黄国昌在跟监你吗？过去黄国昌曾在2022年在脸书爆料柯文哲等人曾进出88会馆，就被网媒质疑是派人跟监柯文哲。而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抛出时序图，点名是周刊先刊登，媒体跟进后，黄国昌才 po 文。而劲爆也抛出道歉声明，误认周刊发文时间是在贴文之后。吹哨者保护协会针对任何弊案的检举，我一定核实，一定调查。吹哨者保护协会不搞这种狗仔的行径。
至于也被跟拍过的前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就批评，对跟拍的行为不惊讶，但这件事情之所以严重，是黄国昌一来是现任立委，第二个身份是民众党主席。若用黄国昌自己的话，应该会说太离谱了。这其中也包括时任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如果人借着揭弊的名义，来侵犯个人的隐私，那进而行抹黑之实，来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那我相信这是不应该的了哈。不过现在相关的调查、相关的事情都在进行中，我们就等整个真相大白。即便一再强调是揭弊，但随着爆料指控接连出现，黄国昌暂时难以摆脱跟监疑云。好，这样现在就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说，一种说你搞个狗仔队，对不对？然后搞八卦；一种说我要搜证，我必须要拍你嘛，我不拍你，我怎么搜证？你跑到泽园，跑到什么地方干嘛？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现在那些很多的绿媒或侧翼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黄国昌的人设。黄国昌在当立法委员之前呢，就是他第一次当立委下来之后，中间的时间他成立了一个揭弊者保护协会。那在这个协会当中，他就接到了非常多的爆料的讯息。那这些爆料他必须要去核实，确认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有其事。比方说像庆富案，比方说像私烟案，大家还记得吗？小英总统呢用他的专机来走私私烟，这些事情都是黄国昌在过去还没有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把它揭发出来的，而也因为这样子，后来民进党很多人就跟他闹翻了，而且打算要把他除之于后快。那么他后来回到立法院之后呢，陆陆续续也揭发了一些国军的采购弊案，还有呢像是一些绿能的弊案，也都是他在聚焦的。那黄国昌主席他就说了，他其实过去在做这个协会的时候，因为他必须要核实要查证，所以他一定要有调查员。那么这些调查员的这些调查揭弊的行为，现在呢民进党或者是这些绿营的侧翼就想要把它打成说它是一个狗仔文化。所谓的狗仔跟揭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可是他们现在就把它混为一谈，这是第一件事情。而且整个风波越演越烈呢，现在还要塑造柯文哲主席还有黄国昌主席的内部矛盾。我为什么带来这张图？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我觉得呢，这个绿媒劲爆劲集团已经乱打到一个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的程度。他们昨天在说什么呢？说黄国昌过去也跟拍过柯文哲，说他什么88会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爆料给《镜周刊》的。然后呢，《镜周刊》还出来说，没有一家媒体比黄国昌更早揭露这个讯息。可是昨天他们自己就翻车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呢，我们把那天的我那时候我还是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当天《镜周刊》一大早就抛出了相关的新闻，早上的5点58，这是他们的习惯，一大早不到6点就把一系列的报道丢出来。那当天柯 P 呢9点半就有一个在南港的行程，所以他那天本来是没有联访的，但是记者就去追访他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镜周刊》有报道说你疑似也有去88会馆？”到了再晚之后11点多，黄国昌那个时候呢，他才抛出了一个文说：“哎，其实大家都必须要接受一定的这个检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单纯，可是昨天为什么《镜报》跟《镜周刊》整个乱掉？他们说黄国昌是第一个抛出这个东西的，他们连他们镜集团什么时候出了这则报道都搞不清楚，而且拿这个东西故意来抹黑黄国昌，甚至来塑造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内部矛盾。所以你就会看到，昨天竟然有媒体到北院去问黄国昌去问柯文哲什么问题，说你知道黄国昌在跟监你吗？没有的事情被他们乱打一通，然后变成了是一个好像存在的一个问题。就连今天王世坚都出来说：“哎呀，黄国昌怎么可以跟监柯文哲？”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媒体新闻已经是败坏到一个程度，更可怕的是正在塑造一个寒蝉效应。大家知道吗？现在这个中央社的前记者，因为过去曾经跟黄国昌一起合作过揭弊，现在中央社居然要告他。其实我去问了中央社的记者，他拿什么去告他背信罪？如果他今天是有兼职，那他现在已经离职了，或者是应该有应有的处分。结果中央社竟然大动作要去告他，形成一个寒蝉效应。我今天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协会叫做台湾网络媒体自律协会，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听过这个东西吗？它呢，据说是在1个月之前成立的，然后今天大动作抛出一个声明，说媒体的第4权不得这个侵犯，然后说呢，台湾的媒体应该要自律。我想请问一下，过去台湾的媒体没有自律的时候，你这个协会在哪里？所以可以看到呢，不管是这个党检媒一起出手，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跑去抢着要告这个谢姓记者，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媒体环境不是很黑暗而已，而且是暗到深不见底。为了要打击黄国昌，把整个媒体新闻自由跟自律完全都赔了进去。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拆开来看哈。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和探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没有立委身份的黄国昌啊，他成立了一个协会
他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去组成一个调查团体然后呢去发现了一些的状况之后呢，跟媒体合作，然后把这个事情爆料出来。我觉得只要他去聘用的人然后呢，在这个跟监的这个过程之中没有违法的这些行为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的。然后呢，那媒体呢，你媒体要跟他合作，你媒体也要尽查证的责任你如果说媒体呢，你就是单纯的接受他的爆料，然后你没有接受然后你没有善尽查证责任的话，你到时候爆出来的料呢是翻车的这个情形之下，那你媒体就要负责嘛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个林传媒今天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就突然宣布他关了，他不做了那就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至于这个王义川呢，他们一直在塑造说黄国昌这个政治人物他是养狗仔团队跟这个培养狗仔文化，这个跟狗仔文化是两回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我今天我也可以去雇佣一些团体然后呢，我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但我如果说是征信社的话，那他要符合一些规范了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公权力我今天如果说把我弄的这个料我提供给那个立委，那立委又不爆料，那我当然跟媒体合作所以说他只要是在不违法的情形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但是呢，狗仔是另外一种形式，然后政治侦防又是一种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周刊或是很多以前的爆料的这些的媒体，它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它的消息来源很可能是掌权者他手中呢握有了这些的证据之后呢，因为他自己出手很难看嘛，然后呢他所以就把这个消息呢就透露给跟他们关系好的这个媒体。我看赖清德呢自己的印象呢一定会非常的深刻，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当时还是叫做《镜周刊》吧，是不是？那个时候是《镜周刊》吧，他还没改名吧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就拍了这个赖清德跟新潮流的大将在外面，在外面的，谁会有这个消息？赖清德当时是现任的副总统现任的副总统的那个安全保护难道不受到规范吗？谁会知道我们现任副总统的出入是哪里？谁有这样的本事？所以说类似像这种东西的话，你这个特定的媒体跟这个特定的我们的高层的合作。那这种的爆料文化才可怕嘞。至于中央社有没有权利告那个记者，要看他们当初签了什么约。好，如果说他违背约，然后兼职的话，那中央社当然可以告他。休息一下再回来。国民党选主席，大家都要争取青年的支持。郝龙斌说，如果我当党主席，会进校园接触学生。当时就说，这个政党不能进学校，国民党迁出以后，民众就进去了。什么不能进？郝龙斌说，我要再进去到校园里面去接触学生那王金平说写的对郑丽文有3点期许以民为主这个然后呢，这个要把国民党的衰势提振起来然后要有论述能力他说我绝对不会辜负王金平的心意那另外呢，因为10月18号就要选了，今天11号，剩下17天了，所以呢，他们都去拜会黄敏惠。黄敏惠何许人呢？嘉义市长，不容易在嘉义国民党当选市长，而且他是国民党副主席其实这次有人鼓励他出来选主席，就是他还婉拒了所以他要去拜会黄敏惠，希望能争取黄敏惠的支持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先跟郝龙斌吃播，然后罗志祥也去，然后郑丽文也去吃牛肉面然后呢，卢秀燕说郑丽文很勇敢那另外呢，郭正亮说蓝营内部民调呢，郝跟郑两人竞争很激烈到底谁会出现？我们看一下。非常的感谢说强哥愿意给年轻人这样的机会。全新青年发言人战队一字排开，这回还增加2位美少女战将，要打党魁选举。罗志强由备而来，主打世代交替，要让年轻人有更多舞台，能够来建构一个最年轻他们目前平均不到30岁最年轻的一个战力能够为国民党来培养未来的即战力。几位发言人都不到30岁，像是这位高挑正妹陈香宇，毕业于辅大法律系，过去
去曾经是专业的模特儿，年轻新战力要重新翻转国民党形象。不过要摆脱国民党老蓝蓝标签，另一头郝龙斌也参加蓝营青年举办了座谈会，更是直接跟青壮年直球对决。将来要有非常多幕僚世代的同志要准备参选，还有就是刚才也讲莱尔校长这一批年轻人，如果我做党主席，我们会更加强力道，甚至给他们更多资源，喊出培养年轻人自己最有经验。郝龙斌更举出当年北市府时期几位自己提拔的政务官跟议员，说未来若当选会组成最强年轻团队。我也不排斥将来做党主席的时候，走入校园，面对面的跟所有学校的年轻人接触，要让国民党有更多可能接触新世代，这回党魁之战，郝龙斌、罗志强要拼把百年老店招牌重新擦亮。我觉得这么多人出来竞争，应该是还是不错了啊。但是以我们自己非常现实在场的，就是明年2026我们都要站第一站的选战嘛，所以我们大家也会彼此讨论，我们到时候呢，主席要站在我们旁边嘛，那我们那位主席总是要帮我们这些候选人来做加分，所以我们当然会用这个角度来去看目前。那因为这个党主席，虽然说我们认为说2026不会牵涉到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党主席就要确定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所以也难免在他的这个整个政策的这个稳定跟他的支持到底是偏向哪一方，也会影响到我们支持地方选举来说。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戒慎恐惧，我们真的非常认真的看他们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一个政策。但是目前来说，以高雄来说，我说实在的，有非常多的党员，他们就是愿意回来缴党费啊，他们对郑丽文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也有非常多是属于传统的党员，就不是那种流失的，就是本来的党员，他们也还是希望看到国民党能够有一套的，就是过去到现在还算是中道正确，然后也是具有这个6都执行经验的，所以这个郝市长就在这一块也是不遑多让。那更多的还是有很多的年轻的，就是虽然我们的年轻人不到4%，但是你会看全国各地来说，所以你刚刚看到为什么志强他会找这些所谓年轻人，因为你现在看到所有的一些人问他的自己的孩子，如果说你这个国民党选择的话，你会选谁？只要是比较年轻的，他们对于罗志强也是投下肯定票。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未来这3个人应该是主导这个层面。那你要我讲的话，以我们自己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郝市长跟郑丽文这2个人来说的话，应该是都在伯仲之间，谁未来能够获得更多这些所谓的自主党员的这样的反而话，地方派系有地方派的想法，军系有军系的想法，最重要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一套的这个所谓的自主党员，他们未来走向到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我最后要讲一个，我还是必须要说，国民党未来我们的组织上面的话，整个的党主席的选择，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党主席的选举，我非常直接的讲，我们的一些党员的一个结构跟外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社会不同阶段的一个结构，它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选出来的，根据我们这样的党员结构所选的党主席，这样的一个投票符不符合很大的一个社会的期待？我觉得这是未来真正选出来党主席，你要为国民党未来来去着想，应该在法律上面，在修法程序上面应该有更多弹性，这样你才有办法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符合社会期待、接地气的主席。林涛，身为党的青年时代，我们当然对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希望政见跟青年、跟社群还有国际的接轨是可以符合这个年轻世代所期待的候选人。所以呢，在这2个礼拜最后的关键，我会比较蛮期待赵大哥可以多出来发声，就是把候选人不管他的路线、他的声量是符合我们这个世代希望支持的方向。那当然，我们明天 TVBS 也会办这个政见会，不管是青年的政见，或是社群的政见，还是2026选战的政见，我们都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代表党的形象，过程你不能帮党减分啦，你没有加分，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这么大的媒体资源加注在身上，你没有加分，已经有一点傻眼。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期待明天的政见会有更多的政见，青年、社群、国际，还有2026实际的做法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林涛刚刚提醒的，明天下午6点 ，TBS 跟联合报联合举办国民党的6个人讲是政见，但是会有可以诘问，可以诘问而且有提问所以明天应该是最精彩的一场，6点到8点半2个半钟头然后8点半接着到这个11点
就是我们战情室继续 live， 好，所以整个5个钟头让你看个过瘾，听个过瘾啊。那不过刚刚林涛讲的很对了哈，就是说因为国民党的结构跟社会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要当选国民党主席，你要讲很多讨好国民党党员的话，但这些讨好党员的话未必是社会认同的。你不要到时候选了一个人，讲的你很高兴啊，哇，很有杀伤力啊，等等，然后到时候中南部立委、中南部什么他们那个县长吓死了，到时候怎么选啊，对不对？而且你党主席讲完的话，凡走过的必留痕迹，讲过的就是记录啊，你不能说我到时候当选再说再改变，你改来改去，你怎么改啊？改国民党被你搞垮了，所以一定要国民党党员一定要想到这个人是不是符合整个社会的期待是非常重要的。来，博弈。明天 TVBS 举办的政见发表说明会，除了一般民众要听，我也呼吁拜托党员一定要看一下，因为这是国民党党内的选举，真的有投票权的都是党员，但是党员里面内部的想法到底能不能够跟现在台湾主流的民意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这一次虽然选的只是国民党的党主席，但是国民党党主席接下来任务是非常重大的。2026选举很快就来，2028的总统大选，他也要帮忙出很大的责任跟力量。所以除了团结党内之外，怎么样能够团结更多的我们中华民国国民，会是这一次中华民国，包括我们国民党，包括接下来所有选举，都是一个共同的方向跟目标。这是蓝白合也变成一个焦点了。来，志涵到底怎样？我们非常的这个期待明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还有辩论。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这样子百花齐放，我觉得还蛮值得肯定。因为我们昨天翻了一下，发现从现在一直到选举，好像有7、8场，不管是政见会还是发表会，国民党还有6场。对，对，中天还有2场，还有2场。对，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展现出来对选民还有对支持者的一个诚意。哦，要如何去说服支持者？我觉得表达出来他们一个相对来的诚意。但我们还是要说，团结在野力量这件事情，还有刚几位这个在野的好朋友说到的，面对民间的力量，还有现在人民的期望，这件事情也不能够偏废，不要只是在过去固化的这些同温层里面。毕竟未来如果是在这个在野还要继续合作的话，我相信要关心的面向还要更广一些。所以大家要想哈，现在还会缴党费啊，然后呢，不管他在哪里，还愿意回来投票的人都很深蓝。好，所以我这2天已经碰到好几位了啊。他不但呢他自己没有投票权，可他说只要郑丽文当选的话呢，他的孙子、他的孩子都要加入国民党。因为郑丽文呢，他这2天他比如说要让台湾人